咦，杨博，回来跟你的老同事聊天啊？哎，阿丁，来坐坐。哎，前几天呢，我捡了很多破铜烂铁跟一些旧的零件回家里拼，没想到让我拼出一台电风扇，所以拿去压疗街卖50块，够喝个下午茶，就顺便来看看老朋友。哇，拼出电风扇，厉害！你才知道。杨博真羡慕你，不用在这做了。做的累，只要值得就没关系。但是老板实在太刻薄了。对呀，宣布实施最低时薪之后，马上跟我们换合约。没年终奖金，没双粮，连有薪假期都没了，而且没医疗，没津贴，连吃饭的时间都领不到薪水。洗碗打杂更惨，以前5个小时做的事，现在4个小时就要做完，做的更辛苦，但是薪水根本就没加，这样等于变相剥削。他这么做是不合理更改雇佣合约，你们可以提出要求赔偿的。哎呀，做那些事可能连工作都没了。工作难找，谁敢冒险啊？喂，干什么？一个个站在这儿不想干了。这要不盯着你们几个就偷懒，小心我扣你们薪水。古叔，哎，你脚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刚才赶着上班，不小心被车撞了一下，没事没事。你真有本事，这么晚才来，我扣你半天薪水。老板，我跟你说过，我今天要陪我老婆去看医生，会晚点来的嘛。而且我只是迟到半个钟头而已，你怎么扣我半天薪水？没有啊，我没听你说会晚点来。你无故旷工，我可以开除你。古叔脚受了伤，他可以请病假的。好啊，叫他回家躺着，以后不用上班了。我没事，不用请假，不用请假。没事是吧？快把碗碟拿进去洗。是。哦，你还发脾气摔东西，工作态度差，无故旷工，马上开除！我看到你绊古叔一脚，你还恶人先告状，看什么看？你看到了吗？你看到了吗？啊！你是故意的！我在这干了20几年，你嫌我工龄长，薪水高，所以一直想把我赶走。之前呢，调我去那么远的元朗分店呢，就是想让我自己辞职不干吗？老板，我想你打了算盘是开除我们这些薪水高的老伙计，然后请便宜又年轻的人回来是吧？我警告你，而且也警告你，不要妨碍我做生意啊！我待会儿出来再看见你们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不会就这么算的。早知道这样，刚才让车把腿撞全算了，拿笔赔偿金，下辈子就不用烦了。王思苦，怎么样？去过劳工处了，跟吴良老板谈判结果如何？刚才去劳工处，打算逼那个吴良老板跟雇员谈无理解雇克扣薪水的事，可是那个人又没去。员工们还说那个人几天没出现，连餐厅也没去。哎，他要不是想逃避呢，就是不屑跟员工谈判。那种人财大气粗，我看后者可能性比较大。既然吴老板不肯面对现实的话，我们就采取法律行动，逼他面对。我们可以把资料交到劳资审裁处，如果到时候他还不出现答辩，劳资审裁处就会判他败诉。他不肯赔钱，我们就向法庭申请他清盘，告到他去做前债牢。虽然你说的话我们根本就不懂，但是听你说的这么有信心，我们信任你。是啊。要求合理的赔偿，也不用要他清盘，要他坐牢那么严重。毕竟宾主一场，对吧？又是街坊邻居。Excuse me， 是谁说法律中心的事务由我负责呢？啊？是，但是宾主关系弄得那么僵，就算那个老板肯赔钱给他们，也一定不肯再请他们。到时候他们面对的就不是劳资问题，是失业问题。老板说的对啊，我们也不想没了工作啊。对呀，我也不想没了这份工作。表哥，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最好的做法就是不用闹上法庭，你告我，我告你，有什么好处？以和为贵嘛。那怎么办呢？你是萝卜，我们大家信任你，我们大家都会听你的。是啊，我们都相信你的。我们先给吴老板一点压力，让他知道我们这次意志坚定。就算他不去茶餐厅，有个地方他一定会回去的。他家。好，行动。无良地主得逞，有开工没收工，还我合理工钱，超时工作不补贴，有害处没薪水。你们吵什么呀？烦死了！没收工，还我合理工钱。小心我把你们都抓去警署啊！有害处没薪水。吴先生，不要恐吓我，讲法律我比你清楚。我已经查过，你房子外这个范围并不属于你。还有，50人以下的示威并不需要申请。我们有权行使公民权利，示威表达自己的意见。无理解雇，要求赔偿，还我时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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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我。你们人都能吓着我？以为我会妥协啊？我可以告诉你们，不用白费力气了。这几个人呢，我白纸黑字跟他们签了合约，上了法庭，看法官相信谁。员工说你跟他们签约的时候答应过不会克扣员工福利，吃饭时间照给钱。我必须提醒你，
口头承诺在法律上也有效力，所有员工都可以作证。有很多记者在这里，很快的，全香港都会知道你是个无良雇主，还有人会去你的茶餐厅才怪呢。哎，不许拍，不许拍！吴先生，要是不想弄得清盘赔钱的话，谈谈。让他们走。哦，见这只狗就怕你啊！还我实信，还我实信，还我实信！你们不要弄伤 Rocky 啊，他身价很高的，还我实信，还我实信！不像你们这帮垃圾。还我实信！救命！救我！乖！顾闪，我老公怎么样啊？糟了，那只狗有没有狂犬病啊？医生已经在帮他急救，罗巴陪着他，你们两位不用太担心。怎么样，罗巴？医生怎么说？古叔呢，被那只狗咬伤了小腿，可能挣扎的时候用力过度，导致肌肉撕裂，伤得很严重。哇，他真是太残忍了，居然放狗咬我儿子！他有没有生命危险呢？放心吧，只是腿受伤，应该没有生命危险。啊，警官，什么事？这过来！啊，刚才啊，就是这些人在我家门口闹事，把他们抓走。你在说什么呀？古叔被你的狗咬伤了，你还恶人先告状，你实在太无耻了。他用示威牌打我的 Rocky， 我的 Rocky 才会咬他。那他刚才想要把狗甩开，害得我被那只狗抓伤我的下体。老板，医生说你没什么大碍，我看就这么算了吧。你只是个园丁啊，轮到你说话吗？这里的医生说我没事，并不等于我真的没事。所以现在我要出去找私家医院再检查一次，检查完才知道。你还能像疯狗大伤肺会有多严重？但是古叔的脚能不能保得住都成问题呀。谁比较惨啊？我的 Rocky 最惨，被渔农署抓走了，随时人道毁灭。你是不是人呢？你把其他人看得连狗都不如我。是啊，在我心目中，像这些下等人全都是垃圾。你说什么？这样意思，这样意思。不理他。Hi, Mr. Chen. Yes, it's Miss Keen. I just went to your office and got a list of address. But since I just got back to Hong Kong, I think I'm lost. 怎么不等我一个人过来喝奶茶？站好位子等你来嘛。那古叔一家大小要靠你了，你可别让他们失望啊！不用再提醒我了，我也知道责任重大。喂，不对啊，现在我只是个师爷，你才是他们的代表律师，总不能让我负起所有的责任吧？哦，是你自己答应他们的，不能反悔的，大不了替你分担。垃圾，全都是垃圾！你说什么？谁说的？说什么？我跟 MJ 阿丁一直在忙古叔的民事索偿，忙得喘不过气来。你在干什么？看着这个垃圾桶发呆？我是在发呆，但是不代表我没用心。你真的用心了？说来听听，打哪个重点啊？咦，现在我只是个师爷，要打哪个重点，不是应该由你这位大律师负责吗？借口，有点眉目了，给我一点点时间去证实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！你怎么这么晚就要开庭了？你怎么这样？这是高等法院，罗先生。你连袜子都没穿。哎呀，现在我只是个师爷，又不是大律师，上法庭又不用站起来发言。别说我没穿袜子，没穿裤子也没人知道。喂 ，LA， 喂，你出来了？对呀，真是不知不觉1年半就过去了。对呀，你真是威风啊，在法律界消失了7年。
一回来就被人告房思，你简直是传奇中的传奇。真的吗？你看这身打扮，真是丝丝入扣，入木三分呢，很适合你啊。真的？哎，我觉得看人不应该看表面，比如有些人穿着一身名牌，戴着名表，还不是衣冠禽兽？哎呀，我不是在说你吗？哎呀，像我这个小师爷，居然还得到大家的关注，就证明我的人气还很旺盛啊！哎，我们赶着开庭，不聊了啊。OK， 明白 ，See you。哎，说能力，你的能力比他们强多了。你当大律师的时候啊，他们帮你提包。哎呀，嘴长在人家脸上，爱怎么说怎么说吧，反正我又不在意。问题是你连我的话都不在意了。别生气啊，王大头，师爷我帮你提包啊。哎，等等，我有一件开庭前一定要做的事，无所不吉利。IQ 称得上十分之高超，创作力量与幻想，很吓你一跳。你看什么？你变态啊！小允和小吉很重要，关心你嘛。你说你那儿被狗抓伤了吗？我认得你，顾在那边的人嘛。告我，好啊，我有的是钱，我请得起全中环打民事案最强的律师帮我慢慢打。你等着认输吧！啊，本来我想呢，是不是物似主人形呢？人很凶，养的狗也很凶，但原来并不是这样。我的 Rocky 对我非常忠心，看得出来，不然怎么会一听到你的指令就马上扑过去咬人？看到你这个反应呢，就知道我没猜错。Rocky 这种狗呢，虽然看起来很凶，但本性非常温和，很服从主人的命令。跟家庭主妇聊天也能学得很多。你的园丁一听到你说垃圾，马上很害怕。据我推测，垃圾就是你命令狗咬人时候的指令。Rocky 之所以会咬人，是你故意训练出来的。你猜中了又怎么样？只要我不承认，能拿我怎么样？哇，叫你的狗咬人居然还理直气壮！我想干嘛就干嘛。古在那种人的命比我的狗还贱。Rocky 没把他咬死已经不错了，是他自己犯贱，谁叫他来惹我？只是断了一条腿，你告我，向我赔钱呢？嘿，真好笑。要玩是吗？好啊，慢慢玩，我就陪你玩到底。哼！我的当事人古赞先生被狗咬伤，导致要截肢，是一个不幸。但是这个不幸并不是意外，也就是有人要为这次的意外负上全责，而这个人就是狗主，也就是与讼人巫展商。我必须强调，我当事人并没有袭击狗的企图或者意图，他拿着示威牌挡在前面，只是避免狗袭击自己的自我保护行为。但那只狗就好像失控似的咬着我当事人的小腿不放。古赞就是我的当事人，受伤之前在茶餐厅里面工作，需要走来走去。但是当他被狗咬伤之后，小腿的肌肉坏死，需要接受截肢，是截肢。截肢之后，就等于失去工作的能力。受影响的不只是古叔一个人，是他全家。对于年迈的妈妈、体弱多病的太太，还有只有8岁的儿子来说，古叔是他们一家人的唯一经济支柱。他们一家人现在要面对的，不只是失去工作、没有收入，还有庞大的医疗费用和精神上的伤害。就算他接受再培训，转做文职，也需要长时间的适应和过渡。但是有谁能够保证古叔一定能够找到工作，不会被社会淘汰，不会失去赚钱的能力？基于以上种种因素，我当事人向与讼人索偿500万，是非常的厚道并且合理。德国狼犬 German Shepherd Dog 是100年前德国人用几种牧羊犬改良而成。这种狗可以当军用犬跟护卫犬，是因为它们守护力强、服从性高，绝对不会主动的袭击他人。到底为什么原诉人会被我当事人所饲养的狼犬咬伤呢？理由很简单，因为那只狗受到原诉人的挑衅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啊！肃静，强词夺理。我当事人给警方的口供，指原诉人用示威牌企图袭击我当事人的狗，
让那只狗受惊才扑去咬人。狗跟人一样，当意识到外来的袭击，就会本能的自卫反击。袁素的律师说的对，的确是有人需要为这件事情负上责任，不过不是我的当事人，而是袁素人自己。他应该要为自己的挑衅行为负上全责，承担挑衅的后果。袁素人必须截肢，的确是一个不幸。但是我当事人的爱犬因这次的事件已经被抓去关，甚至面对人道毁灭，是更不幸更无辜。对于我当事人来说，它不是宠物，而是好像家人一样。痛失亲人使我当事人非常的伤心，造成非常严重的精神困扰。案发当日，那狗咬着古赞不放，古赞就用示威牌打他。在混乱的情况下，我的当事人无辜的被狗抓伤下体。从那天开始，他就失去了与妻子行房的能力，还因此导致没有心思打理生意，损失非常大。之前我的当事人找了 Houston 教授接受了泌尿科的诊断，同时找了 Arthur 教授做过心理的评估。他们两位呢都是行内最权威的医生跟专家，而所有的报告呢之前已经呈交作为呈堂的报告。我的当事人在上庭前一刻向我提出，就这一次身心跟生意上的损失，决定向原诉人提出反索偿。反索偿金额是1000万。Objection！ 是我亲耳听到吴展生承认指使他的狗咬人的。你是什么人？你代表谁发言？法官阁下，罗莉亚身为事业根本没资格在法庭上发言。法官阁下，我代表罗莉亚向您道歉。罗莉亚，我警告你，你不是本案律师，无权代表任何人发言。本席现在就你的行为提出严厉谴责。如果你再发言，本席就控告你藐视法庭。打了1个小时了，打够了吗？你不是想找我发泄吧？喂！你想干嘛？这个 Chambers 是我的，以后你用另一边。2个大律师不能共用一个 Chambers。你决定了？我一直帮你保管着假发和这件律师袍，就是在等罗巴重出江湖。我一定要打倒胡展生这个贱人。谢谢。超帅。真的吗？